小雨，你听妈一句劝，这个陈志远不是良人，别被他表面的光鲜迷了眼。林母放下手中的茶杯，语重心长地看着女儿：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清华博士毕业，在大厂做算法工程师，年薪120万，开特斯拉住豪宅，这样的男人你还不满意？我气得声音都颤抖了。我给你介绍的小王怎么样？是规划局的公务员，虽然收入不高，但人踏实可靠。公务员？妈，你是不是疯了？月薪才几千块，我跟他喝西北风吗？我猛地站起身，你就是见不得我过好日子。6个月后，坐在那套我曾经羡慕不已的500万豪宅里，看着陈志远和另一个女人亲密的照片，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对不起，我错了，谢谢你，这一切还要从那个春天说起。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3月的周末，闺蜜小美拉着我去参加她公司的聚会，我本来不想去，在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已经够累的了，周末只想躺在家里追剧。走啦走啦，听说有很多优质男士，说不定你能脱单呢。小美拉着我就往外走，聚会在市中心一家高档咖啡厅举行，透过落地窗能看到里面的人都穿得特别正式，而我只是随便套了件牛仔外套。我不进去了，太尴尬了。我拉着小美想走，都到门口了，别怂啊！小美硬是把我推了进去。就在我局促不安地站在角落里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好，我是陈志远。我回头一看，是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斯文优雅，长得真的很帅，那种书生气质的帅。我是林小雨。我有些紧张。林小雨，这个名字很诗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声音很温和。我在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我小声说道。广告创意啊，挺有意思的。我是做算法工程师的，刚从清华博士毕业不久。他说得很淡然，但我的心一下子就跳快了。清华博士，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高学历的人。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算法，年薪120万。当他随口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差点被咖啡呛到。120万，这是我10几年都挣不到的钱。聚会结束后，他主动要了我的微信，很高兴认识你，小雨，有空一起吃饭。看着他开着一辆白色特斯拉离开，我的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这个男人太优秀了，优秀到我都不敢相信他会看上我。第2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一家米其林餐厅，看着菜单上那些天价的菜品，我有些不好意思，这里太贵了吧？没关系，我请客。他很大方地说，你想吃什么随便点。整顿饭我都有些拘谨，生怕用错餐具丢人。陈志远很健谈，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虽然我听不太懂，但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账单，2800块，这顿饭相当于我小半个月的工资。怎么了？他注意到我的表情。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点贵。我老实说。他笑了笑，等你跟我在一起久了就知道了，这只是很普通的消费，我们这个阶层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他说了跟我在一起久了，忐忑的是我真的能融入他的世界吗？交往的第1个月，陈志远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逛街。他带我去的都是高档场所，
让我见识了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他住在市中心一套高档公寓里，150平米的大房子，装修得特别现代化。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一个人住的地方。这房子多少钱买的？我好奇地问。380万，不算太贵。他很随意地说，等我攒够钱，还想在郊区买套别墅。380万。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他的冰箱里全是进口食品，酒柜里摆着各种名酒，书柜里放着很多英文原版书籍。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小雨，你觉得我们交往多久结婚比较合适？”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你想和我结婚？当然，我已经29岁了。是时候考虑结婚的事情了。不过我有个要求，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配得上我的身份。什么意思？我有些不解。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收入太低了，能不能考虑换个更好的工作？还有你的穿着打扮也需要提升一下品味。他很认真地说。我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我为他愿意和我谈论结婚而兴奋，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这样说有些伤人。我会努力的，我小声说道。我相信你可以的，你很聪明，只是需要一些指导。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我会帮你成为更好的人。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对着镜子看了很久，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配不上他。交往2个月后，我决定带陈志远回家见父母。妈妈为了这次见面，特意买了很多菜，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爸爸也提前下班回家，换上了最好的衣服。陈志远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一盒包装精美的礼品。叔叔阿姨好，我是陈志远。他很有礼貌地问候。坐下后，爸爸主动和他聊了起来。小陈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算法工程师，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方向。陈志远答得很简洁。哦，高科技啊，那收入应该不错吧？爸爸继续问道。还可以，年薪120万左右。陈志远说得很轻松。但我看到爸妈的眼神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么多，妈妈忍不住说道。小雨能遇到你这样的优秀男孩，真是他的福气。小雨也很好，只是还需要一些历练。陈志远笑着说，不过我会帮助他成长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吃饭的时候，陈志远和爸爸聊起了股票投资。叔叔有在投资吗？我觉得现在科技股还是有很大升值空间的。陈志远说，我们哪懂这些，就是有点存款放银行里。爸爸有些不好意思，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投资一些理财产品，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些。陈志远热心地说。算了算了，我们年纪大了，不敢冒险。妈妈摆摆手。我注意到陈志远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我还是捕捉到了。等他走后，我期待地看着父母。怎么样？爸爸点点头。小伙子挺有出息的，能挣这么多钱不容易。我正要高兴，妈妈却说话了。小雨，这个人我看着不太对劲。什么意思？我愣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高傲，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还有他看我们的眼神，我总觉得有些瞧不起人。妈妈皱着眉头说，妈，你想多了，他只是比较自信而已。毕竟这么优秀的人，有点傲气很正常。我为陈志远辩护。小雨，妈活了这么多年，看人还是有些眼光的。这个男人虽然条件好，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心对你好。妈，你这是偏见。
我有些生气，他对我很好，经常带我去高档餐厅吃饭，还说要和我结婚。带你吃饭花几个钱算什么？关键是他的心。妈妈摇摇头，我看他看你的眼神，不像是看心爱的人，更像是在看一个可以改造的物品。我被妈妈的话气得不轻，你就是见不得我过好日子，人家条件这么好，看上我已经是我的福气了，你还挑三拣四的。小雨，你怎么能这样说妈妈？爸爸也有些不高兴了。我就是这样说了，怎么了？我赌气道，反正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你们同不同意都一样。说完，我就冲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第二天，妈妈敲门进来了。小雨，妈想跟你聊聊。她在我床边坐下，没什么好聊的，反正你就是看不上陈志远。我背对着她说，妈不是看不上他，妈是担心你。妈妈叹了口气，算了，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妈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妈想给你介绍个人，你就当认识个朋友。又想给我介绍谁？小王，市规划局的小公务员，他妈妈和我是老同事，人很不错。公务员，我皱了皱眉，收入能有多少？月薪6000多，加上各种福利，一年能有8万左右吧。8万，我差点笑出声来。妈，陈志远一年挣120万，你让我去看一个年收入8万的公务员，钱不是最重要的，人品才是。妈妈认真地说，你就当帮妈个忙，见面聊聊天，不行就算了。看着妈妈期待的眼神，我不忍心拒绝。好吧，见就见，不过我提前说好，我是不会喜欢他的。周末的时候，妈妈安排我和这个叫王建国的男人在一家咖啡厅见面。王建国看起来28岁左右，个子不算高，长相很普通，但眼神很温和。他穿着一件普通的休闲衬衫，看起来很干净整洁。你好，我是王建国。他伸出手来，林小雨。我礼貌地握了握手。坐下后，气氛有些尴尬。我心里想着陈志远，对眼前这个男人完全提不起兴趣。听阿姨说你在广告公司工作，他主动开口。做文案策划的，我简短地回答。我对广告很感兴趣，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想出那些创意的？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对我的工作感兴趣。陈志远从来不问我工作的事情，偶尔提起也是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要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想办法用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说，这很了不起啊，要有很强的创意能力和语言功底。王建国认真地说，他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很久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夸奖我的工作了。我们聊了2个小时，我发现王建国虽然没有陈志远那么有才华，但人很踏实诚恳。只是我的心里还是装着陈志远，对他只能算是有好感。分别的时候，王建国说，今天聊得很开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朋友。好的，我点点头。接下来的1个月里，我和陈志远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带我见了他的朋友圈，都是一些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感觉自己格格不入。他的朋友们聊的话题我大多听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区块链、股票期权，我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有一次聚会，一个朋友问我，小雨是做什么工作的？广告文案。我小声回答，哦，就是写广告词那种。对方的语气有些轻蔑，这种工作门槛挺低的吧？随便找个中文系毕业的都能做。另一个人插话道。陈志远在旁边没有为我辩护，只是笑了笑。小雨还在成长阶段，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但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问陈志远：“你的朋友是不是看不起我？”“不会的，他们人都很好，只是你确实需要提升一下自己，才能融入我们的圈子。”他很直接地说。与此同时，王建国偶尔会给我发微信，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关心很自然，不会让我感到压力。有一天，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出来的时候发现下雨了，而我没有带伞。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冒雨跑回去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小雨，这么晚还在加班？”我回头一看，是王建国，他撑着一把伞，正从公司楼下路过。“建国，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有些意外，我来附近办事，正好看到你。下雨了，我送你回去吧。他很自然地说。一路上，他很体贴地把伞偏向我这边，自己的半个身子都被雨淋湿了。“你的衣服湿了。”我有些担心。“没关系，男人皮糙肉厚的。”他笑着说。到了我家楼下，我说：“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朋友之间应该的。”他说。“对了，你最近工作压力大吗？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我愣住了，连我妈都没有注意到我最近的状态不好。王建国一个外人竟然看出来了。“还好，就是有些累。”我不想多说，工作再重要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勉强自己。他关心地说。看着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雨夜中，我的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回到家，我给陈志远发了个消息，告诉他我刚才被淋雨了。他回复说：“下次记得带伞，我在开会，先不聊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4月的一个周末，我生病了，发烧38.5度，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我先给陈志远打了电话：“志远，我发烧了，你能来照顾我吗？”“发烧了，严重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忙。38.5度，我感觉很难受。我虚弱地说：“那你赶紧去医院啊，多喝热水，注意休息。”他说：“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项目要加班，实在走不开，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吧。”可是我一个人去医院，我还想说什么？“小雨，你都26岁了，要学会独立，生病了去医院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能总是依赖别人。”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我这边真的很忙，先挂了。电话挂断后，我躺在床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又想起了王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发了个微信：“建国，我生病了，能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吗？”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就回复了：“你在哪？我马上过来。”20分钟后，王建国出现在我家门口，他脸上满是担心，进门就问：“怎么样？烧得厉害吗？”38.5度，我有气无力地说。他摸了摸我的额头，确实很烫。“我背你去医院。”“不用背，我可以走。”我说。“你现在这个状态怎么走？别逞强了。”他不由分说地背起我就往外走。到了医院，王建国一直陪着我排队看病、拿药、输液，整个过程中，他细致地照顾着我，帮我倒水、买饭，一直守在我身边。输液的时候，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王建国还坐在旁边，眼睛布满血丝。“你一直没睡？”我问。“担心你发烧会反复，一直盯着呢。”他揉了揉眼睛。“现在好些了吗？”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阵暖流。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王建国说：“你一个人住，生病了很不方便，要不我把我妈的电话给你，以后有什么急事可以找她。”“不用了，我不想麻烦你们。”我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他认真地说。“你的男朋友呢？怎么没来照顾你？”我的脸有些发红。他工作忙，
王建国没有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眼中的不赞同。回到家，我给陈志远发了个微信，告诉他我已经看过医生了。他回复了一个好的，注意休息，就这么几个字，没有一句关心的话。我开始思考，陈志远真的爱我吗？生病这件事让我对陈志远有了一些看法，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毕竟他那么优秀，离开了他，我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么好条件的男人了。5月的一个周末，陈志远突然提出要带我去看房子。看房子，我有些意外。是啊，我准备买第2套房产作为投资，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说得很随意。我们来到市郊一个高档别墅区，售楼小姐带我们参观了一套价值800万的别墅。这套房子我很喜欢，但首付需要300万。我现在资金有些紧张。他突然对我说：“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一部分？”我愣住了。垫一部分多少？50万左右吧。等我下个月股票卖了就还给你。他很自然地说。可是我哪有50万？我有些不知所措。你可以问你父母借啊，或者申请信用贷款。他说，就当是对我们未来的投资。等我们结婚了，这套房子也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连结婚都没有确定，他就要我拿50万帮他买房。我需要考虑一下。我说，有什么好考虑的？我们是男女朋友，应该相互支持。他有些不高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不是不信任，只是50万对我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解释道。算了，当我没说。他的脸色有些难看。我还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看来是我想多了。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什么？他要你拿50万帮他买房？妈妈的声音提高了8度。小雨，你清醒一点，你们连结婚证都没领，他就要你拿钱帮他投资。他说等我们结婚了，房子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我为陈志远辩护，说得好听，万一你们分手了怎么办？50万可是我和你爸一辈子的积蓄。妈妈急得不行，这个男人心思不正，我早就看出来了。妈，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有些生气。小雨，你听妈一句劝，这个钱千万不能借。真正爱你的男人是不会让你为他承担这么大风险的。妈妈语重心长地说。第2天，我鼓起勇气给陈志远打电话。志远，关于借钱的事情，我和父母商量了，他们不同意。不同意？他的语气很冷。小雨，我对你很失望。我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没想到连这点支持都不愿意给我。不是不愿意支持你，只是50万对我家来说真的太多了。我解释道。算了，这件事就当我没提过。他说，不过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了。电话挂断后，我坐在床上哭了很久。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借钱就代表不爱他？在我为陈志远的事情烦恼的时候，王建国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那天我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里坐着发呆，王建国正好路过看到了我。小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他走过来问道。没什么，就是想一个人静静。我勉强笑了笑，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在我对面坐下。我忍不住把陈志远要我借钱的事情说了出来。他要你拿50万帮他买房。王建国皱了皱眉。你们交往多久了？快4个月了。我说，4个月就要你拿这么多钱？这个男人。王建国摇了摇头。小雨，我觉得你需要慎重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可是他条件那么好，我要是失去了他，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么优秀的男人了。我说出了心里的担忧。什么叫优秀？学历高、收入高就是优秀吗？王建国认真地看着我。真正优秀的男人
是会保护你、疼爱你，而不是利用你的感情让你承担风险。谢谢你，我真诚地说，你总是能给我很好的建议，朋友之间应该的。他微笑着说，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什么事？我妈妈想请你到我家吃顿饭，她说很想见见我这个朋友。王建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好吧，我最终答应了。周日下午，王建国来接我去他家。他家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但很干净温馨。小雨来了，一个和蔼的女人迎了出来，这就是王建国的妈妈。王家的客厅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着一家人的合影，茶几上摆着一些小植物。吃饭的时候，王妈妈很关心地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一点盘问的意思，就像关心自己女儿一样。小雨做文案工作，很有创意的。王建国向妈妈介绍，文案啊，那肯定文笔很好，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才华。王妈妈夸奖道。这顿饭吃得很温馨，王妈妈不断地给我夹菜，关心我吃得好不好。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饭后，王建国送我回家，在楼下分别的时候，他说，我妈妈很喜欢你，我也很喜欢阿姨，她人很好。我真心地说，小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建国突然认真起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个你认为很优秀的男人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你会怎么办？我愣住了。你为什么这么问？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的话让我心里有些不安。接下来的几天，陈志远对我很冷淡，他不再主动联系我，偶尔回复消息也很简短。我很着急，担心他真的要和我分手。我主动去了他的公司，想要和他谈谈。小雨，你怎么来了？他看到我有些意外。我想和你谈谈。我说，我正在忙，改天再说吧。他有些不耐烦，就几分钟，好吗？我恳求道。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坐下。志远，你最近对我很冷淡，是不是因为借钱的事情生气了？我直接问道。不是生气，是失望。他说，我本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没想到连这点支持都不愿意给我。不是不愿意支持你，只是50万对我家来说真的很困难。我解释道，困难可以想办法解决，关键是你的态度。他说，说实话，小雨，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合适。我的心一沉。什么意思？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我的朋友圈你融入不了，我的生活方式你也适应不了，连最基本的相互支持你都做不到。他直接地说，我可以努力改变的。我急忙说道，改变？他摇了摇头。小雨，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比如家庭背景，比如见识眼界。他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原来在他眼里，我就是这样一个配不上他的女人。那你的意思是要和我分手？我强忍着眼泪问道。我没说分手，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关系。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应该支持我的决定。说完，他就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默默流泪。第二天，我决定亲自去调查陈志远。周六他通常会在家休息，于是我没有提前通知，就去了他的公寓。然而就在这时，我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到了楼下，我正准备上楼，却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从电梯里走出来。这个女人穿着名牌衣服，提着爱马仕包包，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让我震惊的是，她竟然从陈志远住的那栋楼里出来，而且看起来很熟悉这里的环境。我连忙躲在车后面，看着她开着一辆宝马车离开。我拿出手机，
偷偷拍下了他的车牌号。上楼的时候，我的腿都在发抖。按门铃的时候，我听到里面有声音。过了很久，陈志远才来开门。小雨，你怎么来了？没有提前说一声。他看起来有些慌乱，头发也有些凌乱。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刚才有人从楼里出来吗？我看到一个女人。女人？没有啊，可能是其他住户吧。他很快恢复了镇定。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走进房间，发现茶几上有2个杯子，而且其中一个还有口红印。这个杯子，我指着那个有口红印的杯子问道。哦，那个，昨天我姐姐来过。她很随意地说。你知道我姐姐喜欢化浓妆，我记得她之前从来没有提过有姐姐，但我没有当面拆穿她，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离开后，我立马给王建国打电话。之前他提到过有朋友在陈志远公司工作，1个小时后，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了。这个朋友叫张鹏，是陈志远的同事。陈志远这个人怎么说呢？工作能力是有的，但人品确实有问题。张鹏直接说道。什么意思？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首先，他的经济状况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他虽然年薪确实120万，但他负债很重。他买的那套公寓，首付是借的，每个月房贷压力很大。还有他那辆特斯拉，也是贷款买的。我的心一沉，那他平时那些高消费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经常刷信用卡消费，现在已经负债累累了。张鹏说，最近他一直在公司里找人借钱，说是要投资，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还债用的。那女朋友的事情呢？我颤抖着问道。这个更过分。据我所知，他同时在和好几个女人交往，有个女人是某投资公司老板的女儿，家里很有钱，还有一个是做生意的老板娘，也挺有钱的。张鹏摇摇头，他就是在找有钱的女朋友，想通过他们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我感觉天都要塌了。你确定吗？我可以给你看证据。张鹏拿出手机，这是我上次无意中拍到的。手机屏幕上是陈志远和一个女人在高档餐厅用餐的照片。那个女人正是我今天在她楼下看到的那个开宝马的女人。照片中，陈志远正在亲吻那个女人的手背。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回到家，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看起来这么优秀的男人会这样欺骗我。第2天，妈妈看到我红肿的眼睛，担心地问：小雨，出什么事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妈妈。听完后，妈妈抱着我说：傻孩子，妈早就看出这个男人有问题了。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哭着问道。告诉了你也不会信，你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妈妈轻抚着我的头发。不过这样也好，你现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总比结婚后再发现要好。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说，你喜欢的是他的外表和条件，不是他这个人。妈妈说，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包装上的。第2天，我决定和陈志远摊牌。我约他在咖啡厅见面。志远，我想问你一些事情。我直接开门见山。什么事？他有些警觉。你昨天说你姐姐来过，但我记得你从来没有提过有姐姐。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平时不怎么提家里的事。他有些慌乱。那么你的经济状况呢？你说你年薪120万，但为什么要问我借50万？我继续问道。投资需要资金周转，这很正常。他开始有些不耐烦。
因为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我拿出手机给他看张鹏提供的照片，这个女人是谁？看到照片的瞬间，陈志远的脸色变得苍白。你调查我？他恼羞成怒，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女人是谁？我坚持问道。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承认，我确实在和其他女人交往。听到他亲口承认，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了一下。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骗我？骗你？我什么时候骗你了？他反问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只跟你一个人交往。那你的经济状况呢？你欠了很多债，对不对？这又怎么样？我确实年薪120万，这不是假的。至于负债，哪个成功人士不负债？这叫杠杆投资。他还在为自己辩护。所以你要我拿50万，就是为了还债？不是还债，是投资。他纠正道。小雨，你不懂商业运作。我确实不懂商业运作，但我懂什么是诚实。我站起身来。陈志远，我们分手吧。分手？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小雨，你要想清楚了，像我这样条件的男人，你错过了，可能再也遇不到了。是的，我确实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条件的男人了。我平静地说，但我也不想再遇到像你这样品格的男人了。说完，我转身离开了咖啡厅。陈志远在后面喊我，小雨，你会后悔的。我没有回头。我知道这段感情彻底结束了。分手后的1个月，我整个人都很消沉。王建国在这段时间里经常陪伴我，但他从来不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静静地陪着我。有一天，他带我去爬山。为什么突然想来爬山？我问他。我觉得你需要换个环境，散散心。他说，而且爬山可以锻炼身体，让人心情变好。终于到了山顶，我看着远处的风景，心情突然开朗了很多。好美啊！我由衷的赞叹。是啊，只有爬到山顶，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王建国看着远方说，就像人生一样，只有经历了低谷，才能迎来真正的幸福。我转头看着他，建国，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不用谢，朋友之间应该的。他微笑着说。真的只是朋友吗？我突然问道。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小雨，我不想趁你脆弱的时候说这些，你需要时间来治愈自己。等你真正走出阴霾的时候，再考虑感情的事情。他的话让我很感动。这就是王建国，总是为我着想，从来不会给我压力。晚上回到家，我主动和妈妈聊起了这段时间的感受。妈，我现在明白你当初为什么反对我和陈志远交往了。我说，你明白就好。妈妈说，妈活了这么多年，看人还是有些眼光的。那个陈志远，第一次见面我就看出他不是良人。为什么？我好奇地问。眼神。妈妈说，一个人的品格从眼神就能看出来。陈志远的眼神虽然很聪明，但缺少真诚。他看你的时候，不像是在看心爱的人，更像是在看一件商品。那王建国呢？我问。小王的眼神很温和，看你的时候眼中有光，这说明他是真心喜欢你的。妈妈笑着说，而且他人踏实，不会花言巧语，但会用行动证明他的感情。可是他的条件比陈志远差很多。我说，条件差怎么了？妈妈反问道。妈跟你说，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多少钱，而是他愿意为你花多少心思。陈志远虽然有钱，但他花在你身上的心思有多少？王建国虽然没什么钱，但他对你的每一份关心都是真心的。妈妈的话让我深思。确实，陈志远虽然经常带我去高档餐厅，但从来不会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王建国虽然只是请我吃家常菜，
但他会记得我不喜欢吃香菜，会记得我感冒的时候要喝温水。接下来的2个月，我和王建国的接触越来越多，我开始注意到他身上很多以前没有发现的优点。有一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准备到他家做饭。你想吃什么？他问我。都可以，你决定就行。我说，那就做你爱吃的糖醋里脊和蒸蛋羹。他说。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你之前说过啊，糖醋里脊是你最喜欢的菜，蒸蛋羹是你小时候妈妈经常给你做的。他理所当然地说。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这些话我确实说过，但那是很久之前随口提到的，我自己都忘记了。没想到他一直记着。吃饭的时候，王建国突然说，小雨，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我被调到市发改委了，虽然职位没变，但发改委的发展前景更好一些。他高兴地说。真的吗？太好了，我为他感到高兴。而且我已经开始攒钱准备买房了，虽然现在还不够首付，但我计划2年内买一套小房子。他认真地说，虽然不能给未来的妻子豪宅，但至少能有个安稳的家。听到未来的妻子这几个字，我的脸有些发红。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发现自己对王建国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好感到现在的依赖和喜欢。第3天，王建国约我去看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在电影院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小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建国突然停下脚步。什么问题？我也停下来。你现在还在为那个人难过吗？他小心地问道。我摇摇头，早就不难过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初真的很傻，被表面的光鲜迷住了眼睛。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感情才是真正的感情？他继续问道。我想了想说，真正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尊重的、真诚的。2个人在一起应该是相互支撑，而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另一个人小心翼翼。说得很对。王建国点点头。小雨，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心跳加快了。什么事？其实从第1次见面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他认真地看着我说。但我知道你当时心里有别人，所以我选择默默地陪在你身边，等待合适的时机。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建国，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开始新的感情，我可以等。他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没有别的意思。不，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鼓起勇气说。建国，我想我也喜欢上你了。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我点点头。真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很轻松，很快乐。你对我的好，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我们可以试试吗？他有些紧张地问道。可以，我微笑着说。月光下，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